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可爱呆博士的论文啊已经上线了啊，早晨呢刚传完石墨的那篇史文超导属于效应，就看到了呆博士的论文。那很快啊，这个默默在知乎上开了专帖，然后像可爱呆博士本人，还有习老师，还有其他的导派大佬呢，都在里边做了分析。就特别的专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我和上次看习老师的论文一样啊，也是就这么读一遍，最后呢讲讲我个人的学习心得啊。主要的分析还是要看各位大佬的啊。那这篇论文啊，还是这个王博士和他的朋友们，就可爱呆博士和周边这些导派的朋友啊，包括中科院过程所啊，就是可爱呆博士所在单位，包括姚老师华南理工大学，还有这个福建大学的火鸡仙人，东海大学的娃娃，还有武博士啊，就是华中理工的，还有我们本科大的陈老师，还有这个其他的合作单位的朋友啊。那这个论文啊，就是引起我们关注啊，是因为前不久呢，习老师呢已经发了一篇关于这个使用低场微波吸收来证实这个样品中可能存在超导性的这么一个论文。那这个戴博士的论文啊是第一篇使用比较传统的这个所谓钻石曲线来实锤样品中具有超导相有麦斯纳效应我们看一下摘要。通过研究铜取代铅磷灰石下的磁化温度曲线和磁质回线，我们观察到了在25奥斯特磁场下显著的零场冷却 ZFC 和场冷却 FC 分叉的抗磁性，而在200奥斯特磁场下变为顺磁性。在冷却过程中发现布利胎记忆效应，在250K 以下检测到了超导体的典型质回线。正抗磁场扫描之间存在不对称性，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材料在室温下可能存在麦斯纳效应。那么我们看 Introduction， 完美的抗磁性，也就是麦斯纳效应，作为检查超导体候选材料的基本标准之一。那为了证明麦斯纳效应的存在，首先要观察到有零磁场冷却和场冷却分叉的抗磁化温度曲线，以及在临界温度以下出现超导磁质回线，并有明确定义的临界场 HC。 本文研究的铜掺杂铅磷灰石 CSLA 也称为 LK99， 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室温超导体候选材料，但至今还没有报道完整的麦斯纳效应。李等人报道了较大的抗磁性，但是汉姆莫霍尔等人指出这源于硫化亚铜。更重要的是，磁质回线在直流测量中仍然缺失，仅在微波情况下被观察到直流测量中呢，直接观察磁质回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也是本工作的主要内容。为了防止过多铜掺杂导致的铁磁性，我们设计并制备了经修改的 CSLA 样品，铅 9.1 铜 0.9 磷酸6硫该程序设计在水溶液中通过共沉淀精细混合磷酸盐和硫化铅，然后将混合物在高压下加热至180度 C， 保持溶液的 pH 值为8，并保温24小时。那水热处理后样品在氩气氛下于900度 C 焙烧8小时，然后呢将温度降至500度 C， 并在纯氧气氛下继续焙烧额外的48小时。随后允许样品在氧气存在的条件下冷却至室温。如前所述根据目前的合成方法， CSLA 中的超导组分尺寸很小，因此临界场只有几十奥斯特，一个强顺磁信号可能会压倒可能的低场超导性，因此样品应该尽可能纯净，这可能会大大减少铜的掺杂比例并削弱信号。更重要的是由于涡旋玻璃相的稳定记忆效应，那曾暴露于强磁场的样品也可能保持磁化历史的记忆，这种情况下必须仔细设计进行磁性测量的程序。那么我们使用 MPS
-3的 Squid 进行了直流磁化测量。为了展示记忆效应啊，我们首先在没有初始磁化的松弛样品上测量了 ZFC 曲线，磁场为25奥斯特和200奥斯特。然后呢，我们分别在 300K、250K 和 200K 以及 100K 的温度下进行了 MH 曲线的测量。在获得这些曲线后，样品去磁化到0场，然后将其冷却至10开，并再次测量 ZFC-FC 曲线，以确定超导和玻璃态记忆效应。那这个图1呢，就是显示了这个场扫描前后的 MH 曲线，展示了明显的 ZFC 和 FC 的分叉。在25奥斯特下呢，所有曲线都呈现抗磁性，而在200奥斯特下出现顺磁性，这与微波吸收中测得的临界场 HC1 为300奥斯特一致。场扫描后 ZFC 曲线低于扫描前，在约 100K 处出现明显的折点，证明了玻璃态记忆效应。因为磁场最终在 100K 扫描而冷却，250K 呢也有转折点，可以认为临界温度 TC 在200欧下，曲线在 50K 下向下转，玻璃态行为更加明显。那图2呢就显示了3个温度下的 MH 曲线。在强磁场下呢，信号基本上是顺磁的，在10奥斯特以下呢，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典型的超导的磁质回线。尽管由于样品活性部分很小，原始数据的信噪比较低，无法在250K 以上识别这个质回，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反场扫描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即0场下的负风比正风陡峭。我们猜测这是因为第一次场扫描方向为正向，样品通过生成相关的涡流记住了它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证实。有人可能注意到磁质回线25奥斯特磁化为正值，与 MP 曲线不同，这表明初始磁化曲线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单独显示了不同温度下的初始磁化曲线和第一次扫描的反向曲线，像图3所示。显然在初始曲线中50奥斯特以下的磁化为负值，这解释了奇怪的磁化机制即使在室温下也存在质回，分叉点约为350奥斯特。这种质回在微波吸收中也可以看到，我们认为源于涡旋玻璃相，在较低温度下分叉点增加，低场处出现峰值，表明可能存在麦斯纳相。图4就是显示了样品的 X 射线衍射的数据和磷灰石 P63M 结构特征的比较结果。可以看出在25到27度和30到40度的范围内有轻微的偏差，可能来源于残留的氧化物。尽管在纯氧气温下烘烤了较长时间，硫化铜的干扰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在合成过程中有意添加了硫元素，完全消除这种干扰仍具有挑战性。总而言之呢，我们观察到了通过 MT 曲线和 MH 磁质回线研究了 CSLA 中的抗磁性，可以观察到 250K 的抗磁性。考虑在 300K 以上的 ZFC-FC 的分叉，我们认为仍有很大机会观察到室温超导性。我们的样品中的信号仍然极其弱，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进一步合成规模更大、活性成分更多的样品。那下边是明谢作者感谢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向编号123741071、119741118和52304430的支持。好的，大家还记得前2天习老师说的给戴总安排的8000元的保健吗？不是给戴总的样品安排的8000元的测试肯定是比较全面的，论文都看了毕竟它是不同方向的这种扫描方式的就是这种磁化曲线，比简单的这个 Squid 测试确实更复杂。那在知乎上这个姚老师呢给了详细的这个步骤那戴博士把这个也展示出来了。
这里边呢就需要精心的准备和处理样品啊，控制质量、去磁，这些前期工作量是大的。包括呢，而且这个测试啊，组合了这个临场冷却、场冷却，而且在不同方向啊，磁场扫描啊，这种多种方式，应该说呀，这个操作和数据处理是非常复杂的。再一点呢，就是这个测试啊，温度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从低温到室温是吧？啊，不同温度下的这个重复测试，工作量很大啊。那么最初的这个磁化曲线啊，应该是传统的单向磁场扫描，比如说从-10奥斯特磁场扫描到10奥斯特磁场，得到一条正向的磁化曲线，然后呢改变这个磁场扫描方向，从这个10奥斯特反向扫描到-10奥斯特，得到一个反向的这个磁化曲线。比较呢正反向曲线的异同，特别是零磁场附近奇异点的这个差别，就发现了这个正反向啊，论文说的那个不对称性啊。所以这种方法呢，肯定是增加了工作量，所以8000大元也是物超所值啊。毕竟是第一篇论文啊，展示了，可以说啊，就是消除了误差的磁质回线。有人说呀，这个在250K 以下的这个磁化曲线中啊，观察到这个典型的这种超导质回啊，显示出超导线的迹象，但是你使用的磁场太低，是吧？只有这个10奥斯特左右啊，磁化这个信号也比较弱。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是比如说在较低的磁场条件下，测量数据如果排除了误差和干扰啊，那么确实就显示出这个超导体的特征。那我认为就是初步确认了存在超导状态，实锤了这个麦斯纳现象。当然啊，信号确实整体比较弱啊，就可能和这个超导体积分数小有关。这就提醒作者呀，在分析过程中呢，要考虑到这个检测灵敏度的限制，同时这个样品杆啊本身的这个信号也需要注意。另外啊，在更高的磁场下的响应呢，也值得我们下一步来测试啊，也应该注意到啊可能的这个背景信号问题。当然，关键现在确实是临场的就是临界磁场还是比较低的，和常规的这个高温超导体的这个规律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呢，确实是还是比较很难理解和解释啊，也值得呢继续研究吧。就是和早上啊说传的那个石墨室温超导那个论文相比啊，那个我还记着呢。那篇论文就这篇论文呢，确实使用了更低的这个磁场啊，只有几十奥斯特。那对应材料的这个临场磁场也比较低啊。而石墨的那篇论文啊，使用了更高的磁场。表明它的这个 HC 啊是比较大的，这两个材料的这个超导磁场范围啊差异确实很大。当然，这个事儿还需要首先别人复现啊，验证论文的结论。你光靠这个评议啊是不够的，是吧？你得动手。那关于这个对上临界磁场啊 HC2 的这个判断呢，我瞎猜一下啊，理论上啊，传统的这个超导材料。它的上临界磁场 HC2 啊与超导带系成正比，而这个超导带系呢又与临界温度 TC 成正比，所以这个临界温度 TC 越高啊 HC2 的理应啊就越高。但是啊，从过去这半年多我看过的这个几十篇研究 LK99 的这个理论研究论文来看啊，虽然这种铜掺杂铅磷灰石体系啊打开了这个平坦能带，但是这个带系并不大。而且呢，这种材料中的这个超导机制啊，还不太清楚啊，是否符合这种关系，就是正比的关系，还是有待证明的。所以从实验结果来看，它的临界温度 TC 或者说这个区间相对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上临界磁场 HC2 啊，我觉得不一定太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课题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个样品的质量和这个体积分数，是吧？占比。那么戴博士啊，在知乎上啊，这个发帖的说呢，他说possible 和 strange 都是他和习老师商量的结论，借鉴了这个铜氧化物超导时发现的那个 possible 啊。那 near 这个词儿呢，也是保守的说法。他的想法呢是从MT 来看呢，300K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习老师说呢，250K 的路谱已经很差了，300K 呢可能就进入了这个
Volnai Textile 啊，我们要保守一点，给了个 near 啊。这是戴博士啊在知乎上的一个帖子留言。那说到底啊，就是到最后啊，我觉得还是需要像陈老师说的，解决这个非传统超导体的这个零电阻测试，综合多种这个特征来确证啊，提高这个纯度，才能完全确认这个超导。好的，这就是和大家简单聊聊戴博士的论文。那这里边呢说错呀，或者说偏的地方呢，欢迎大家拍砖。谢谢大家收看，再见。